第209章美杜莎女王。宽敞豪华的大殿之中，一道倩影略微有些疲倦地轻轻靠着椅背，偶尔目光慵懒地扫了扫高台上空着的紫色水晶王座，忍不住无奈地摇了摇头。纤手揉着光洁的额头，女人俏脸上忽然泛起一抹喜悦，抬起头望着大殿之外，一道墨黑色的影子闪电般地飙射了进来。终于赶过来了啊！瞧得进入大殿的墨黑影子，女人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月妹，究竟发生何事了？竟然连发3道戒严令。那些人类很强。进入大殿的人影明显是一位男性蛇人，男子体型略微有些壮硕，一件单薄的衣衫随意地披在身体之上，双臂之上绘满着奇异的黑色纹身，在纹身到达手掌之处时，显露出了2个狰狞的黑色舌头，舌头头颅微微抬起，就犹如随时会破体而出一般，隐隐透着一股凶厉的气息。瞟了一眼这位地位在族中与自己相当的男性蛇人，月妹轻叹了一口气，略微挺直腰肢，丰满的身材顿时被凸显出迷人的轮廓，慵懒的道：很强，昨天夜里和他们撞见了，我落荒而逃了。想必现在他们应该到神殿周围了吧？哦，知道他们确切的实力吗？闻言，男性蛇人眼瞳微缩，行至殿中，在那宽敞的桌子面前坐了下来，声音中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阴冷。1名斗皇，3名斗王，4名斗灵。月妹抿着性感的红唇，轻声道：莫巴斯，看来这次似乎有些麻烦了呀。这些家伙怎么忽然聚集这么多强者？脸色危险凝重，被称为莫巴斯的男性蛇人沉声问道：通知女王陛下了吗？他怎么说？通知了，不过女王陛下似乎很平静，只是让我发送情报，将你们叫过来。月妹点了点头，无奈的道：那些人忽然来沙漠，应该有着他们的目的吧？莫巴斯沉吟了一会，有些疑惑的道：昨天夜里我与他们交锋了一次，听他们的口风，似乎是想找女王陛下。月妹先只把玩着一缕青丝，饶有兴致的道：找女王陛下？闻言，莫巴斯有些愕然。那些人类强者平日不是最惧怕女王陛下吗？怎么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想干什么，以前连躲都躲不及，如今却是想争破头的挤进来。这些家伙脑袋被门夹了吧？月妹低声嘲讽道。眉头紧皱着，莫巴斯忽然站起身来道：我想见见女王陛下，我觉得我们似乎应该把事情给弄清楚。别去了，女王陛下现在不见人，先前连我都没见到，所有的话都是让美杜莎蛇卫的队长花婶儿给传达的。月妹撇了撇嘴，将柔弱无骨的娇躯缩在椅子中，犹如一条慵懒的美女蛇。女王陛下未现身？这怎么可能？这可不像是她以往做事的风格呀。莫巴斯眉头紧皱，有些怀疑的道：我去试试。瞧得莫巴斯不信，月妹无所谓的轻嗯了一声，刚欲闭上眸子，俏脸猛地一变，身体豁然从椅子上坐了起来，狭长的眸子冰冷地望着大殿之外的天空，寒声道：来了。在月妹感应到那几股忽然出现在城外的气息之时，一旁的莫巴斯也是有所感应，当下脸色微沉，与月妹对视了一眼，然后2人瞬间闪现出大殿之外，身体急速升空，片刻之后来到了已经进入戒严状态的城墙之上。此时在城墙之外几百米的高空上，一头巨大的魔兽悬浮在半空之中，几道人影也是悬浮在魔兽身前不远处，而那几股恐怖的气势则正是从这几人身体中散发而出。人影不急不缓地对着城市踏空而来，片刻后刚好停步在了城墙上那些飞毛手的攻击范围之外。望着那停步在攻击圈之外的一群人，城墙之上2道光影缓缓腾空，莫巴斯的阴冷喝声蕴含着许些冷意，在天空之上徘徊者：人类为何未经同意便擅闯我族地狱？若是不想惹起加玛帝国与蛇人族的战争，奉劝你们从哪来的还是回哪去吧。哼，这位想必便是墨蛇部落的莫巴斯首领吧。远处半空上的人群中，那名气质不凡的中年人缓缓走出，笑盈盈的道：你是谁？微微煽动着背后的能量翼，莫巴斯阴冷的目光在中年人身上扫了扫，
冷笑道：“呵呵，在下古河。”没有在意莫巴斯的目光，中年人微微一笑，轻声道：“古河？呵，果然是他呀！”听得高空上的清朗声音，那将自己掩藏在石头缝隙中的萧炎顿时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眼角向上瞟了瞟，望着那即使是面对着对方万千人马依然是谈笑自如的中年人，微微摇了摇头，不得不承认，这家伙有着一股连萧炎都不得不承认的强者风范与傲骨。加玛帝国的丹王古河，嘿，这名字可是如雷贯耳啊！古河两字同样是让的月妹与莫巴斯略微惊讶了一番。虽然蛇人很少会正视人类的强者，不过类似古河这种炼药大师，他们却是不得不给予他们足够的重视，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类似古河这种级别的炼药大师拥有何种的号召力量。哼，两位首领，冒未来贵族，只是有事情想与美杜莎女王相谈，不知能否请女王陛下现身一叙？古河客气地笑道：“见女王陛下。抱歉，这个要求我们不能替你转达。”摇了摇头，莫巴斯毫不犹豫地出言拒绝，轻抬了抬眼皮，淡淡的道：“古河，你还是带着人尽早离开吧。我八大部落的人已经在对着神殿赶来，你应该知道他们其中一些人对你们人类是何种的厌恶，所以到时候恐怕你们即使是想走也没那机会了。”嘿嘿，老何，你这性子始终都是这样，和他们废话什么呀？先直接把城市给他砸了，看那女人出不出来。一旁的严师听着莫巴斯此话，不由得上前一步，大笑着嘲讽道：“哼，我说是谁？原来是你这头满脑子肌肉的蠢狮子。”阴冷的目光瞟过严师，莫巴斯冷笑道：“看他的神情，似乎还和严师认识。嘿嘿，你这条全身乌漆麻黑的烂蛇，似乎也好不到哪去吧？当年若不是你溜得快，你那墨蛇部落的首领就得换人了。”严师咧嘴大笑道：“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长进了多少？你可以来试试。”莫巴斯略微尖锐的瞳孔的掠过许些阴冷寒芒，森然道：“好了，老师，别和他们斗嘴了。”望着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两人，古河无奈地摇了摇头，挥手阻止了严师的对骂，目光在城市中扫了扫，轻吐了一口气，旋即大喝的声音被斗气所携带着，滚滚地传遍了整座城市。美杜莎女王陛下，在下加玛帝国古河，来到此处并非是想与贵族开战，只是有事与你相谈，还请能够现身一见。瞧得古河的举动，城墙上空的月妹与莫巴斯眉头都是微微皱了皱，不过却也并未出声阻拦。在这种情况下，女王陛下出面的确是要更好一些，以她的实力，对方若是真想动武的话，也只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滚滚喝声在城市之中翻腾着，好片刻之后方才逐渐停歇而下。随着喝声的平息，城墙内外一片寂静，半晌后依然没有丝毫反应。见到这情况，古河的眉头也是微微皱了起来。然而就在当他再次打算吆喝一声时，城墙之上的高空处，空间忽然诡异地扭曲了起来。望着这一幕，古河几人微微一惊，除了那名沉默的黑袍人外，都是小退了一步，然后凝重地望着那扭曲的空间。天空之上，夕阳的余晖洒落而下，照射在扭曲的空间处，下一瞬间，一道曼妙的曲线交曲缓缓地出现在了无数人的注视之下。突兀出现的美丽女人身着一件雍容的紫色锦袍，锦袍之下的娇躯丰满玲珑，犹如那成熟的蜜桃一般，渗透出淡淡的妩媚。一头3000青丝随意地从香肩披散而下，垂直那纤细的柳腰之间，而在那锦袍之下露出一截紫色的蛇尾，蛇尾微微摆动，一股野性的妖娆诱惑，让得人莫名其妙的浑身有些滚烫。萧炎的目光扫过那近乎完美的娇躯，最后停留在那张美丽的容颜之上，顿时心间狠狠地颤了一颤。亲眼见到这个女人，萧炎终于是有些明白，为什么沙漠附近的很多人都会说美杜莎女王的艳名足以与她的凶名相媲美。对于这种女人，似乎唯有用妖艳2个字来形容，然而在那抹妖艳之下，却偏偏又噙着一抹女皇般的高贵与雍容。这抹迷人气质，让得萧炎忽然想起了魔兽山脉中的那敢与和紫金翼狮王战斗的美丽女人，
她们的身上都是有着这抹身居高位的雍容气质。与她相比起来，那曾经让的萧炎略感惊艳的月美，则是显得要暗淡了几分。女王陛下！在这妖艳女人出现之后，下方城墙之上顿时跪伏下了黑压压的一群蛇人，蕴含着恭敬的声音冲破了云霄。望着天空之上出现的美杜莎女王，那脸色阴冷的莫巴斯眼瞳中掠过一抹迷醉以及深藏的爱慕。她便是那凶名几乎震慑了沙漠附近几个大小帝国的美杜莎女王吗？望着天空上那妖艳动人的紫袍美人，萧炎轻吐了一口气，低声喃喃道：